首先讲一下我在这趟旅途中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吧。其实我是一个有自己小世界的人，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就停留在自己的小世界内，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与别人交流。但是自从来到这趟旅程，然后遇见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的小世界做客，然后你们愿意敲开我的门，然后面对着真实的我说你好。我发现易阳真的很矮。我非常感谢你们，让我的小世界变得更大了一点。你身上有很大的魅力，其实我很羡慕你。然后你们给了我非常珍贵的友情与回忆。然后最后是赵宇，很感谢你愿意了解我，让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了输出的机会和场景，让我能更加放松，更加融入集体。然后非常感谢你。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，就是最后一支舞的时候没有邀请你。小小的遗憾就是最后一支舞的时候没有邀请你，所以说现在能邀请你上来，哇塞，来吧。虽然咱俩都是最不会跳舞的组合，那我们就，你的幸运数字是4，我们就一人转个4圈，怎么样 ？OK 啊？那你再邀请我一遍啊？你邀请我呀？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？能跟我一起跳舞吗？可以。完全可以。哇塞！哇啊！继续转圈。等一下，先这样吧，然后这样。然后3圈，哎，我要晕了。4圈，然后你赶紧啊。哇塞！好浪漫哦！听说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高冷的人，然后感觉还蛮反差的，所以说也还蛮想就是继续了解你的，所以就之后的生活中见吧，哇哦！要不我直接来吧。感觉大家都眼泪汪汪的，然后我写的东西其实比较搞笑一点。OK，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这趟旅程，我认为这趟旅程对我的意义吧。我第一次其实看《怦然心动》的时候只有15岁，然后看着节目里呢那20岁的哥哥姐姐们呢，我也第一次对自己的青春有了憧憬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也迎来了我的20岁，然后我现在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，是我和恩恩女士一起，由我来代表我和恩恩女士一起为大家说的一些话。先从胡一阳和张兆瑜开始吧。感觉胡一阳是那种现实生活中什么大风大浪都能平静面对的水手，然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出海，结果直接遇到了张兆瑜这个海啸。好笑。开个玩笑，其实从他们的身上呢，我有看到他们在一点一点打开自己。你们有过不开心的时候，但是到最后还是选择试图向彼此靠近。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真的很勇敢，也很有人格魅力。希望你们都能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，找到属于你们关系的平衡点。祝你们一路长虹。一路长虹。
下面有请我本人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发言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兆宇。没想到我们的冬日之旅这么快就到了尾声，也没有想到我们最终会在赛湖上面来完成这场毕业歌会。我下面呢想对每个人进行一一的点评。点评。首先呢，我想要感谢的人是白曜，我想给白曜颁个奖，就是我的最佳知己奖。白曜，我真的好感谢这趟旅程，我们大家能跟你同在，看到你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踏实感，感觉看到了大哥哥一样的存在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得到你的一些鼓励和你的很多理解。所以作为超级好的朋友，一定要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是白药、黑药还是金药、灰药，它真的是一个很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药。然后呢是小新啊，小新，我给你的提名是最佳合拍奖。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幽默都非常有点子，和你在一起相处呢，其实不需要修饰我自己。希望张兆宇天天开心。哇，耶！谢谢家人们，看见你我就特别开心。然后你看你又呲着大牙傻乐。然后呢是恩恩吧，在我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个我有捧场的人。哇！我好感动，你是第一个我有捧场的人。我就在心想，怎么会有女孩子这么会给情绪价值？然后后面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心疼你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自己忍着的小女孩。我觉得你的眼睛总是很红，你的眼球总是充满了红血丝。你明明已经很累了，但是总是想把自己能做到最好的东西做到最好。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多注意自己的感受。希望未来你能够越来越好。然后是周周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可爱，没有想到居然是跟我最合拍的 MBTI。通过后面对你的慢慢了解，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率、特别横冲直撞的，像小鹿一样的小女孩。你能够立马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这点是我很需要向你学习的。我说是奥利吧，我的好室友奥利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，奥利。哎呀，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再进行一场深入的私聊。我真的觉得奥利你是世界上最可爱、最开朗的小女孩。然后呢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七月。进门推开门以后看到的第一眼其实就是你。为啥看到你呢？其实是因为你的芭比粉口红了。我说你寻思怎么会有人涂芭比粉还这么好看？哎呀，再后来呢，我现在记忆里呢，可能都是一帧一帧的片段。我想到的最深刻的还是之前给你讲的，我很累，在波尔津转机的时候回到酒店，我立马就躺下睡觉了。再醒来的时候，就刚刚好我醒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你知道我怕冷，你把暖宝宝拿给我，还给我准备了暖脚宝，你还给我准备了暖手宝，然后最重要的，你知道我怕冷，你还给我准备了睡衣。你告诉我说再往后的天气更冷，你要让我穿暖和一点。我当时坐在床上，我真的就直接哭下来。我当时心想，哇塞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看到你幸福，我也会比你先掉眼泪。我真的太希望你幸福了，所以小学你对他好点。然后还有谁？还有小胡。等一下啊，小胡，我沿用以往的那个留言形式展开啊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小胡，我是张兆宇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感觉你就是一个闷葫芦。自我介绍时，我们分别坐在最后一排的两端，我们就像两极。我话多的不行，你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字。很多时候，你总会用你的冷漠来为我过于热情降温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决定回到和你们见面的那一天。仍然选择我们第二组了，但最后我要坐在你身边，多和你说说话。对于我来说，能够认清自己的心意，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在第一次决定给你留言前，我迷茫了很久，纷扰的心事把妆全都鬼哭化了。和自己独处的时间里，反复问自己：我真的清楚自己的心意吗？我真的确定想要跟他接触吗？我真的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未知吗？
当我后面一点一点把你的好感串成一条线，在脑海里罗列时，我决定让自己勇敢一次。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成长，谢谢你陪我一起胡闹，不是，谢谢你给我写诗，谢谢你的走心留言，谢谢你给我写下的文字，谢谢你的理解，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一切，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一切。啊，我现在呢想邀请那个小胡同学跟我一起唱一首歌。OK。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陪你把沿路感想握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完。OK。小胡唱的好不好听？好听，好听。下一位是谁呀？下一位，哇，来吧，哎，今天又是一个很感性的小女孩。我一直这个稿子一直在拖，就是我不想写，因为我这个拖延症很大的原因就是说，我觉得我只要不去做这件事情，我就会有很侥幸的心理说这个事情就不会到来。签到表上它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说是用一句话作为这场旅行的开始，你会写下什么？然后我当时写的是我记忆里永远漫长而冷漠的冬，这次好像会变得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这个冬天真的因为和大家的相遇变得短暂而热烈了。我原本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冬天，甚至可以说是讨厌的地步，但是现在我只想让这个冬天慢一点，再慢一点过去。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喜欢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，然后遇到难过的事情悄悄解决，遇到的开心的事情也不怎么表露出来的人。但是因为认识了大家，认识了这些小女孩们，我开始不那么害怕的展现自己的想法。然后我们曾经在那样狭小的空间，那种小房间里面毫无保留的交换彼此的情绪。我天哪！7月在初见的那天，我其实内心非常忐忑。因为我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大家，所以当我推开教室门，看到你回头向我甜甜的微笑的瞬间，我就知道我没有心动，我就知道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事实也证明，我们7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又热心的姐姐，也想跟你说，就是要幸福，不对，就是已经幸福了，就继续更幸福下去了。你也是。然后就是赵瑜，其实赵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自己是一个很直的人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人，你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，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转场的时候，我的行李箱很重，然后你在旁边就会帮我拿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下一个要说周周，周周，其实我看到你就是刚上火车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的眼睛很灵动，然后你也有很积极的去调动大家的情绪。但其实我后面回到民宿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比较踌躇吧，所以我想说，女孩来吧，我们一起住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下一个我想说，奥利，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后面见不到奥利，因为当天晚上我真的很想问奥利很多很多东西。在小新有点犹豫的时候，奥利也给他很多建议，所以我还蛮感谢你。所以说，也等你，奥利赶紧回来吧。下一个就是盐，你还记得我们在荒野之国的时候吗？就是因为我超级怕恐怖类的东西，所以说我一直很紧张。然后你有注意到我的情绪之后，就一直在淡淡的安慰我。虽然我们其实当时应该算是刚刚见面，因为我们白天没有什么相处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特别信任你，然后全程我就一直挽着你的胳膊，然后在你耳边尖叫，然后我们假笑组合以后也要一直真诚的笑下去。然后下一个我想说，小新，
其实我该跟你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你其实有跟我说过，你觉得很奇妙，明明10几天前完全2个不相交的人会出现在这里，并且发生一些故事。我想说，我一开始就很相信缘分，我觉得是缘分啊，命运的使然，让我们站到这里，能够走到一起。所以说，后面的故事也让我们自己书写，好吗？有句话说，人和人之间有一些瞬间就足够了，但是我有一点点贪心，我想让这些瞬间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。所以所有人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礼物一般的存在，我很珍惜，也很幸运能遇到你们所有人，然后也希望说未来的大家能够幸福，万事顺遂。谢谢。我去吧。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唱一首《小幸运》。在旅行开始前，我就觉得和大家相遇会很幸运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我知道是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让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在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跑得那么近。哭了，好感动啊！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一尘不染的真幸运你相遇，好幸运，可我也失去为你有满天的权利。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为开了声音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一切它会有多幸运？看我多细节，鼻涕我也给你擦。完蛋了，我本来想我唱完歌再哭了。你下去听我给你们说的话吧。爸。其实我对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。首先，我想跟恩恩说，谢谢你昨天对我的留言。今年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初次见面，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，但你主动来给我打招呼，让我这个很慢热的人感受到很大温暖。你就像世界上另一个我一样，能很容易共情我的一些感受。虽然就是全世界都很不解我的时候，你还是愿意来找我。最后我想说，很开心在旅程中能遇见你，见证你的幸福。女孩，如果你幸福的话，我一定比你先流泪。哎，我的表情管理没了。很好看。哎，然后就是凯。怎么有个哎？其实想说的话大部分都在昨天信里了。这几天相处，虽然还是觉得你很小孩子气，爱撒娇，不够主动。哎，到了现在还不主动来加我微信啊！就知道偷拍很肤浅。傻白甜还是有很好的一面呢。反正随便你了，最后一把了。
你再不主动就没有机会了啊！等会儿，现在上来是我先把微信加了。你扫我。好。有这种环节吗？现场加微信。对，刚刚在那边看到你，可以来加你的微信吗？好好好。我操！没有分组吧？组是什么东西啊？加了微信报一下不过分吧？刚加微信就报。哎呀好。哎呀好。我也想邀请你跳个舞。那你结束了这趟旅行后，你还会坚持吗？会的。下次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，你会来开车接我的吗？好啊。啊，对，我还想跟你说，其实现在是40%，不是30%了，增加了50%。你要主动一点了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啊，你这些。太好了耶，简直了！来，说，感谢，真好。很感谢这个冬天与大家相遇，被大家包容，真的在一次次解决问题和处理关系上成长。就像言说的，我做了很多幼稚的事，很感谢大家的宽容。我想说，这次旅程真的不止感情上的起伏，更是很高兴遇到大家这些各具风格又有趣的灵魂。言，我这次旅行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咱们的交流和沟通真的是有我们特别的风格。我现在知道更应该主动去沟通，把情绪消化好。就像我昨天说的，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成为天上闪耀的星星，虽然没烟火那般绚烂，但是在慢慢持续的闪耀。感谢你这一路的回应和包容和照顾。这段旅程结束了，我们下段旅程再出发时，一定会变得更加从容。祝大家前程似锦，永远幸福。好，哇哦！其实今天我们只到场了10个人，还有2个人大家都知道，白耀和奥利没有到场。但是如果这个毕业歌会没有他们俩，肯定是不完整的。所以今天有神秘嘉宾，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白耀和奥利，让他们来完成他们的毕业演讲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白耀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出现了。其实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看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，看我们第一次集体大笑是因为谁的笨手笨脚，看那些随意拍的，甚至有点模糊的片段。刚才听说属于我们的旅程真的要画上句号了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原来告别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，而是这些具体又细小的事啊。冷吗？白耀穿这么少。我的房间窗子朝西，这几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下午看着阳光慢慢地爬过墙壁，从耀眼的白色变成温暖的金色，最后融成一片舒服的蓝色。你们快乐、开心、热闹的时候，我这边刚好是安静的。那天的落日电台，我和奥利都收到了，有感动，有幸福，有不舍，还有惊讶。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20岁，像一束突然打过来的光。毕业快乐呀，大家！请务必替我拥抱这个我们共同开始的灿烂的明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利。奥利，嗨，奥利，我真是想死你们了，大家也都很想念我吧？宝宝。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哦，我和耀哥都好好的呢。小胡，
你不说话的时候，看起来像个心事重重的小老头。旅行快结束了，不知道你的内心打开了多少了呢？请不要故作深沉啦，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和我们说。新闻虽然还没有特别了解你，但是期待你播报出自己的幸福新闻哦。小轩，嫉妒你把我们的7月拐跑了，没啥好跟你说的了，记得对我们的小太阳好好的。小新，我的舞王 bro， 相信你的天赋和实力，没有什么是你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凯凯，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和你滑遍全世界的人，我们的下一站都会是幸福哦。耀哥，一起共患难的人，我会记你一辈子的。期待未来某一天一起去弥补我们共同的遗憾。周周，你看起来虽然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，但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自我想法的成熟魅力女人，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的。一幸福就嘴很碎的百变小女孩如果老天爷能听到你的小碎嘴，那他一定会安排一个向你全力飞奔而来的人。快告诉我，你一定找到了，对吗？赵宇勇敢飞，奥利永相随。请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你只要听我说，你是世界上最值得、最可爱、最勇敢的女孩就好咯。下次一定还要一起在雪地里吃辛拉面哦。7月，相信你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。如果哪天你不开心了，请随时拨打我的电话，我会摇身变成你的守护天使，为你赶走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哦。妍妍，你是我们所有女生中年龄最小的，你比我们都更早的接触社会，不要太多担心哦。但请相信，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你。好啦，这次就先说到这里啦。反正我相信，我们未来还要见很多很多面的，我们也会收获最好、最好、最好的幸福。拜拜。耀哥倒了，耀哥倒了，你这又受伤了，一下不注意又受伤了，来吧，大家上台吧。真的40%啊！对啊，对啊。怦然心动20岁，去冬天，去点燃一场雪。冬天再见，再见。大家好，别杀青了，结束了，拜拜了，下个冬天再见。我是新文，是最后加入这场旅程的人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很高兴因我而使故事拼凑完整。嗨，那个女孩，期待最后的约定将短暂变成进行时。我是周周，这个冬天好短暂。爱情中的出场顺序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
可是人与人的缘分，不是一场晚出门就会躲开的雨。我是奥利，我会一直记得，在一个夜晚躺进雪里的柔软，在热气球上触摸天空的湛蓝，快乐和遗憾交织，是我成为大人前的最后一个寒假。我是凯凯，雪花在灯光下闪闪烁烁，像我试图抓住的你的心意。白色是心动的颜色，是冬天里关于你的颜色。我是安，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永远不会迈出第一步的女生，没想到这个冬天我经历了好多命运般的第一次，当然包括这场偶遇。我叫胡一阳，他们说我是史上话最少的男生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他说。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心动，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喜欢你。我是张兆瑜，这个冬天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你能跟我一起跳舞吗？我过得冒失又冲动，还流了一点幸福的眼泪。这不最后一天，我又幸福了。我是白耀，这是我最疯狂、最浪漫的一个冬天，也是我最遗憾的一场旅行。我叫妍妍，我的人生是一把不许出错的安全牌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么多意料之外。开始这趟旅行是正确的决定吗？幸好它开始了。我是小轩，我很爱发呆回想，举手的那0.1秒，没回头的那1分钟，抬头看向月亮的那一晚。就在我发呆的时候，哎，好像有人敲门。我是小星，自诩为这趟旅行里的幸运星。我可以为了你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。但这趟旅行做的每一次选择，都称得上是幸运。我是7月，这个冬天好像一场拼图游戏，笨蛋，一场像梦一样的偶遇，一次只属于2个人的烟花，一封眼泪被风吹散的情书，打破了时间的奇妙旅行，一切都在今天画上了句号。欢迎各位嘉宾们回到我们的《怦然心动20岁》返场特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两登台，回应你们线下相处的近况，以及完成一些粉丝们提出的大冒险。离开节目之后，线下有没有发展？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歌。这些人说的还不如我直接自己做呢。在喜欢上你以后，我真的有发现了你的更多优点。在喜欢上你后，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。张兆宇是我的女朋友。希望胡一阳对着赵瑜哼唧一声。小心完成清酒窝挑战。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复刻《First Love》里面那个经典一吻。是现在我想要往前迈一下试试。你之前给我的身份可以再续约1个月吗？我们的幸福也一定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我们。白耀，你是最棒的。白耀，你是最棒的。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节目结束后，你居然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的理想型。我最后还想再问，你现在会给我们的故事画上一个逗号还是句号呢？
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偶然讲到过我让你伤心了4次，所以说今天我想向你表白4次。张兆宇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张兆宇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张兆宇，我喜欢你。张兆宇，我喜欢你。今天过后，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？我的人生真的已经发生了转变，我也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姚家园，我爱你。现在我觉得我会向往未来，感谢过去，我只坚定的希望能让你在我身边。7月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公园杀青了，我们现实里见。